爱画画的朋友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这一支影片里，我要为大家开箱这一套日本好兵专家水彩色铅笔。我会带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套色铅笔有什么特色，也会分享我自己实际使用的心得。另外呢，我也会介绍一款非常特别，搭配它一起使用的专用调色盘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还会用这一套色铅笔实际在画纸上示范一幅风景画给大家看。如果你对水彩色铅笔有兴趣，或者正在寻找适合的绘画工具，那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支影片哦。我要非常感谢日本好兵 Holbein 台湾代理商的邀请，让我能够试用这一套专家水彩色铅笔，并且呢，把我的第一手体验介绍给你们。听说好兵从研发到生产，整整经历了5年多的时间，才终于推出了这一套产品。一打开包装，第一个感觉是它的笔杆设计真的很漂亮。它是6角形的笔杆，放在桌面上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滚动。而且呢，在笔杆上面的色号和色名标示的都非常清楚，很容易阅读。在画画要找颜色的时候呢，真的很方便。在包装盒里面还附上了一张空白的色票卡，让你可以自己画色票。另外还有一张产品的资讯，详细列出了色号、色名，还有耐光性的一个对照表。那这套水彩色铅笔呢，目前总共有50色，官方推出了50色和24色的2种包装。据说呢，厂商目前没有扩充更多颜色的计划，所以这50色可以说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华。好兵这一套专家水彩色铅笔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，那就是它的色号和颜料的规划，完全是参照好兵它最受欢迎的产品专家透明水彩所设计的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相同色号的色铅笔和透明水彩，它们的颜色和名称，还有颜色的号码都一样。那连画出来的色调也是完全的一致，所以画家们可以非常放心的把这2种媒材混合在一起使用，不用担心色彩会变得浑浊，或是产生突兀的色差。那现在我就来实际的试验一下，好兵的水彩色铅笔和水彩是不是真的颜色一模一样呢？那我这边选择了019、061和097 3个不同的颜色。那在上面第一排呢，我先用水彩色铅笔直接干画在纸张上面去涂色。然后接下来我会再用清水去把这个颜色晕开。这里可以顺带一提的就是，好兵的水彩色铅笔它的水溶性非常好，那加水之后呢，可以很容易的就把颜料溶解开来，然后也可以很均匀的上颜色。在中间这一排，我会先在它的专用调色盘上面呢去涂色，就有点像是用块状水彩的这种画法。然后我再用画笔沾清水之后呢，把颜色晕开，再去涂在纸张上。那这样子的方式呢，就会跟用水彩上色是一样的效果，完全不会有色铅笔的笔触留下来。那这个水彩色铅笔调色盘呢，是一个很棒的周边工具。那等一下我也会再详细跟大家介绍这个产品。那最下面这一排呢，我就会直接用透明水彩，然后加水之后呢，就是按照一般水彩的画法，把颜色涂在画纸上。顺带一提呢，现在测试的这个水彩纸是好兵的白珠露细木水彩纸，
那我个人是认为，如果要使用水彩色铅笔的话，还是用细木的水彩纸效果会比较好，因为加水溶解颜料之后呢，它的笔触残留不会那么的明显。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用透明水彩和水彩色铅笔，它们的颜色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那只是水量的多少可能会影响说颜色的浓或是淡，但是基本上以色相来说，以颜色来说，它们是一模一样的。另外我还注意到，就是用色铅笔画在调色盘上面加水之后呢，它的颜色跟画在纸张上之后的颜色是一样的，也是没有色差的。也就是说，当你在调色的时候呢，可以比较精准的去使用颜色。接下来我就一边画色票，一边聊聊它的笔芯质地和颜色。这一款水彩色铅笔的笔芯基本上就像是铅笔形状的块状水彩，在软硬度上呢，我觉得它算是软硬适中，但是在涂绘的时候呢，如果比较用力的话，可能会稍微产生一些小碎屑。那也因为它的水溶性很好，还有它笔芯结构的关系呢，其实它的笔芯是比较容易断的。所以大家在使用上呢，一定要避免摔到地上，或是太粗暴的使用它。那在削铅笔的时候也要温柔一点，我会建议不要用电动削铅笔机，那最好是用手削的方式，或是用刀片型的削铅笔器来削它，会比较不容易伤害到笔芯。另外就是我第一次在好滨的白珠路细木水彩纸上面涂色的时候，会觉得有一些颜色的色铅笔，它的笔芯感觉稍微干涩了一点，就是画起来呢，好像会有那种有一点点刮纸的感觉。不过后来画了比较多次之后，手感就变得比较顺畅了。所以如果你刚拿到这一套笔，那觉得第一次画的时候觉得有点刮纸，建议呢你可以换不同的画纸看看，或是先把新的笔芯削一下，就比较能够避免这种刮纸或是干涩的手感。好，这张就是我做好的50色色票。那另外我也用白珠路细木水彩纸画了另外一套的色票，就是有干的跟湿的两种效果，那这样子可以很清楚的对照。那其实它的颜料呢，在干化跟湿化的时候呢，它的色差没有太明显，那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很棒的优点。当我把50色的色票全部画完的时候，这套色系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颜色非常的缤纷跟明亮。那我自己使用颜色的习惯是会用很多中性色，或是加了很多灰色的色调。那这套颜色对我来说有一点太明亮、太欢乐了。在这50个颜色里面，大多是比较偏明亮的颜色，所以像是暗色、大地色或是灰色调就会比较少。但因为呢它是水彩，所以其实它可以很容易的加水去混合出所需要的颜色。所以其实后来我自己试画，然后去调色混色之后呢，也都可以混合出我想要的颜色的效果。那这套颜色呢，我认为非常适合用来画花卉植物、鸟类或是风景等等，或是一些色彩明亮、彩度比较高的插画主题。我觉得这一套水彩色铅笔的用途是蛮广的，它不仅可以单独使用，或是加水晕染，那它也可以干画，也可以跟水彩搭配。那甚至呢，它还可以跟像是带针笔搭配一起使用。除了水彩色铅笔本身，
好冰这一次呢，还推出了一个非常贴心的周边，就是水彩色铅笔专用的调色盘。这个调色盘的材质比较薄，重量非常轻，很容易携带。那在它的表面呢，有类似布纹的肌理，可以在上面用色铅笔涂色。然后它的造型设计呢，有这种很符合人体工学的弧线，所以不管你是用左手还是右手，都可以很容易的拿握它，所以它的握持感是非常舒适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就会用好冰的专家水彩色铅笔，搭配白珠露细木水彩纸以及它的色铅笔专用调色盘，然后去完成一幅风景画。那这一幅作品呢，是我上一位法国水彩老师的线上课所学到的技巧。那我就想说，可以把这些技巧呢，也应用在水彩色铅笔上面。所以现在我就要用这一套水彩色铅笔来示范给大家看，我是怎么完成这一幅小品作品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
那这一幅风景画最后再加上一点小花就完成了。大家觉得这一套好冰专家水彩色铅笔的表现如何呢？整体来说，我认为它缤纷明亮的色彩，还有跟透明水彩超高的相容性，以及这个非常好用的专用调色盘，都让我对接下来的创作充满了期待。带它出去写生或是画风景也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也用过这一套水彩色铅笔，或是对它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。在我的 Patreon 网站上有更多关于色铅笔的技巧和绘画教学，我会把网址放在底下的说明栏里面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绘画教学和美术用品的开箱。最后就祝大家画画快乐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